去哪儿？这戏还没演完呢。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，姑娘，你也赶紧走吧。怎么了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来，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？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。我左手边那个一直在写东西的人，他恐怕就是在记录罪证。哦，我那个。别指。你看他身子做的这么板正，身上肯定也有凶器。你看2楼也有不少盯梢的人，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。他们，哎，他们啊，他们是都尉司的厂尉曹公公的人。曹公公，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，统领都尉司，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，上到官府衙门，下到客栈酒肆，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厂尉。那八公子还敢在厂尉面前说这些？你来的时候看到枕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？亲赐恩荣，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，有他在枕楼里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。虽然常年有厂尉在这盯梢，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。也许以前他们不敢，但今日可不一定了。怎么说？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，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，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，说了太多的宫闱秘辛，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厂尉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。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，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姑娘，若你与八公子相识，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。如今这里遍布厂尉，以他们的手段，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。你那么聪明，你帮他想个办法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事儿我管不了。哎，谁说的？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。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，久仰久仰。姑娘，什么意思啊？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，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。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，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，真是好雅兴啊！八公子，八公子，八公子，请受小女一拜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没人见过八公子，现在你就是八公子，还不快！给大家讲讲，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吧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来，这那边。小子，就这边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别动，按我说的做。王公子，你喝醉了。
哎呀，怎么这酒量不行啊？啊，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王公子，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啊？不成，丁元博的公子在镇楼还为你续了一摊呢。走，走，哎，怎么样？人丢了，没找到。是吗？走。王公子，慢点。师傅，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！你来京城，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。要不是我在，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我今天确实大意了，没想到被人在枕楼上了一课。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她为枕楼办事儿。师傅，那些掌柜很棘手吗？没事，我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，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，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。小子，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、伯爵云轨了吧？您说的对，是应该多加小心。哎，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，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。你说说。太后下葬，朝臣们分为了两派，一派力主维持现状，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，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棺椁，促成帝后合葬。皇帝为难，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，工部侍郎庄知府去做。而如今只剩下3日期限，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。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。我问你，太后是谁？先帝的皇后，皇上的嫡母。李贵太妃是谁？皇上的生母，先帝深爱的妃子。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？是皇上。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臣的礼仪之争，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。不移贵太妃的棺椁失了臣心，移出贵太妃棺椁又失了民心，怎么做都是错。所以，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儿是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？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他为什么还这么做？哎呀，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。都给我带走！放开我！半夜你们抓错人了，我不会看风水呀！我是来做棺材的。放开我！这马车里装的都是抓来的风水先生，凡是跟丧葬沾边的，全都给抓去了。前2天还有个卖香烛的都抓住了。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，他尽力了。哎，师傅，我来。师傅，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？想好怎么入局了？儿子，儿子，官爷，走！爹，大人，我求求你，大人，我不会看风水呀，我只是个卖纸钱的，我只会扎点纸人纸马，真的不会看风水呀。爹，是吗？我不会骗你的呀，大人。爹，儿子，爹，儿子，爹，你先回来了。求大人不要杀我儿子！带走。大人，爹，儿子，爹，儿子，禀高大人，还差一人。慢着。爹，你既然会的话，你儿子应该也会吧？让他去帮你。大人，
你刚才答应不杀他的，他只是个孩子呀！我求你放过他。我不杀他，但并没有答应不带他走，一并带走。儿子，儿子，孩子，大人且慢。草民听闻大人在找风水先生，草民不才，对风水堪舆略通一二，愿意前往。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？你倒是有趣儿，主动送上门来了，那就一起去吧。走！哎，大人且慢。风水堪舆是精细的活儿，小孩子毛手毛脚的，万一耽误了官爷的大事儿，那就不好了。走吧。同志，别没事，别没事啊！我就是个杀猪的，帮做法的道士杀过一只猪子儿，哪里会看什么狗屁风水呀？偏心猴，你连猪都不如。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恩公，恩公，方才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子。你先起来，先起来。这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啊！这辈子只怕是报不了您的恩了。来生，我翻溜做牛做马，报您的大恩。哎，做牛做马就算了，说不定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呢。你这不是送死吗？别人躲都躲不及，你还上赶着去？哎，你是有这本事还是个假把式啊？哎，我说各位，咱们去见的是平津侯，又不是阎王爷。你的意思，这事儿你能解决？听天由命吧。困了，睡会儿。麻烦范兄一会儿到了叫醒我。多谢。好。真病都要没了，还有那心思睡觉。下车！看什么看？赶紧下车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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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！看什么？愣着干什么？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走啊！走！走！快走！进去！不是进去！进去！关门！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
想活命的都别动！这他娘的是啥地方啊？我们已经没得选了，只能往前走。但这地宫里面危险重重，你们一定要按我说的方位走，更不要乱碰任何东西，听到了吗？这是一整龟，坐北朝南，五星不离水土体，九星常带，五必随。这里一定是按九星位修筑的。那边就是西边。恩公的意思是有办法带我们出去？我也只能试一试。一会儿我数到3，所有人听我的指令，我们一起动。阿良，来，一会儿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2块砖，屠夫，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3块砖，听见了吗？1、2、3。这墓道的机关是相连的，只要走对了位置，就不会有事。这位兄弟，你一会儿往后退一步，也就是踩你东面的第1块砖。后面那位兄弟，你一会儿踩西面的第1块砖。你确定是这块？你相信我。我踩。准备好。1、2、3。捕木角野为凶恶，人专诸事并清宁。利枣药性或心共，河道四药有灾助。侯爷久不掌兵，却依然履历惊人，渐渐射中靶心，风采不减当年呀。是啊，既然不会说话，那就把舌头割了吧。侯爷饶命！侯爷饶命啊！侯爷，侯爷，侯爷。大人都在墓道里了。侯爷，新的一批风水先生已经到了。之前那几批呢？按照侯爷的吩咐，已经处理了。80多个人，就没有一个能想出解决办法的。真正有神通的风水先生，多是隐逸之人。下官已经增派人手寻遍名山大川，一定会给侯爷解燃眉之急。楚大人，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，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了。侯爷息怒，下官一定会尽力。换工。父亲，儿子斗胆一问啊，这太后下葬原是皇上与朝臣之争，为何一定要找风水先生啊？太后下葬这事儿各有各的看法，但除了皇上，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。难就难在，皇上的心思好猜，但要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那就难了。那要是一直都找不到呢？为父自然会想办法的。首先，你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，不要让人抓到把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住你。儿子明白了，多谢父亲。坤元合德即兼通，武器偏全定吉凶。代天履跌，人为贵。顺则吉谢，凶则备。
我好像猜错了。快蹲下！给大家的都是啥东西呀？别动！这是断骨套，是前朝流传下来的墓葬机关，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。怎么过得去呀？这种丝，削铁如泥，但也很罕见。造墓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，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。屠夫，你采西面的第4块砖。范辽，你采西南面的第4块砖。好，我们一起向断骨套阵列的边缘靠近。听我口令。1、2、3。配合干支仔细想，定人祸福与灾祥。要与人间开龙葵，顺逆之际须理会。1、2、3。我到头了，赶紧开门出去呀！我还不能走。这是皇陵的墓道，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。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，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，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。那这……先别急，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。这里是救星位，接下来我们需要逆行五黄中宫。五黄中宫，屠夫，你往西北方向采第2块砖。范辽，你采西南方向的第4块砖。好，准备好了。1、2，相信我。来吧，来。1、2、3。我的眼睛！浮游碧朝夕，惠姑宜春秋。渺渺上古历，回还今几周。醒了。喝口水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父亲的旧友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我若要杀你，何须等你醒来呢？昨夜你家遭此变故，除了你被我救出来，其他人全部遇难。你想哭就哭吧，等你哭够了，我们再说。
们到了。你已哭过，现在心里应该好受些了，是不是有很多话想问我？你父亲回来之前和我书信约定，由我接应你们离开京城，但我来迟了一步。我要为他们报仇。知道你的仇人是谁吗？我爹叫过他的名字，带头的人是庄卢隐。怪不得有如此手段，原来是平津侯。可你爹和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找我爹要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爹没有说。你爹从东夏回京带了一样东西回来，而平津侯为此不惜灭你满门。如果被他知道你还活着，会非常危险。昨夜的一切你已无法改变。你确定要报仇吗？如果不能报仇，还不如死了。如果你愿意照我说的做，我有办法帮你。求您告诉我。平津侯位高权重，想报仇需要时间，你要蛰伏学习技艺。要多久？至少10年。我会送你去学艺的地方，以后就靠你自己了。动作快点，主人要来了。你们主人是谁？就是你师傅啊。师傅？你就是蒯夺的孩子，下来我看看。我先要跟你说清楚，你在我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优待。如果说吃不了苦，你也可以直接走，我绝不拦你。我要习武。你筋骨松软，资质平庸，根本不是习武的材料。我已经为你设计了复仇之计，你只要照着这条路走下去，一定会得偿所愿。我要亲手杀死我的仇人。如果不是高强武术，我就不学了。报仇一定要靠武力吗？那还能靠什么？靠的是信念。你若持有此念，天下之术皆可杀人。不存。在。右袖比左袖少了1寸，做事做得不够仔细。这屋子里的人3日之内都不需要吃饭了。若再有下次，打断小指骨，逐出府上，也不需要再回来了。主人恕罪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刻薄？明明都是些小事儿。你还未学习，就先质疑起来了。看来你的父母对你也是疏于管教。你不许说我爹娘！不存。
我的脸怎么了？小孩别慌。啊！这是微调了你的眉眼和骨相，重新缝合的肌理，看上去啊，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。等过几年再长大些，你与你爹娘的相似之处便全没了，仇人也就认不出你了。再过几年，我的脸上就没有我爹娘的痕迹了吗？我问你，你背后的伤什么时候受的？就几天之前。你的仇人见过吗？嗯。那就好。你背后这个伤啊，实在是太深了，星斗只能尽量处理，让伤口愈合得快一些，疤痕尽量浅一些。星斗是谁？就是那个脾气古怪的家伙。那你又是谁？我叫高明，是你另一个师傅。你又能教我什么？哼，臭小子，少瞧不起人啊！你若觉得你什么都会，先想办法从这里出来吧。你星斗师傅心狠手辣，你要是出不来，小心饿死。你先让我吃饭，等我有了力气，再来解榫卯。你生在营造世家，要是最简单的榫卯都解不开，我看你爹蒯夺也是徒有虚名。不许你说我爹！你答应过恩公要教我复仇之术，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活活饿死。我确实是答应他教你复仇之术，可你现在变了样子，大不了我再找个别的小孩替了你便是。你想考我，我爹都教过。我现在就出来给你看。小孩刚刚做完易容术，身体这么虚弱，他要是真死了，我看你怎么跟先生交代。连饥饿和疼痛他都忍受不了，他这仇不报也罢。小小年纪，秉性如此坚韧，实在是个好苗子呀。走吧。若今日你再不出来，就饿死了。你讨厌我，因为你讨厌我爹。我爹精于易学，是世上最好的看愈家。你技不如人，你不服气。你说你爹精于易学，那前朝有一个易学大家叫何梦贵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那你把他写的《赠饮训斋异术》背给我听。实策不虚谈管路，太玄修复问杨雄。管路自幼喜爱观看星辰，杨雄少年就好学，留下了著作《太玄》《易经》，包藏了宇宙最深的智慧。学会了它，你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厉害的人。来，我们继续背。只今风起从何入？知得风来是巽翁。风起于清平之末，君子要谋时而动，顺势而为。你要复仇，就要学会风的变化莫测。
自该引魂蒙。谁开玄窍谢神功？哟，真可以啊！易经四圣西周孔，数贯三天先后中，直测不虚堂馆路，太玄修复问杨雄。指今风起从何入？知得风来是迅风。半月之后，上午跟我学堪舆营造，下午跟高明学纵横之术。每日卯时起床，亥时睡觉，不许偷懒。哎，孩子，饿了吧？走，吃饭。慢点啊。昼出耘田，夜绩麻。村庄儿女各当家，童孙未解共耕织。野傍桑阴，学种瓜。堪，天道也；舆，地道也。阳以观于天文，辅以察于地理，是为堪舆。群山连绵盘旋，如笼沃大地。若要点穴，你就要了解当地的风向、流水和土壤的状况。伸手。师傅，我哪里出错了？斗拱，差了1厘。也就1厘。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将来这1毫1厘就会让你送命。师傅，你现在长胡子了。今日师傅给你看看真本事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都给我走开，走开！没长眼呢，县太爷都路也敢挡。记下来。一个小小的知县都当不好，看看这里让你管成什么样子了！当官就知道上下打点，捞银子，早晚埋死在银子堆里。是，要不是本官赶在御史前来到此地，你的所作所为传回去，恐怕有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。来，本官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贪了多少，就还多少。那些恶贯满盈的，要抓要杀。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别怕，你的背后自有人撑腰。是。你既没穿官服，也没车驾，他凭什么相信你啊？你自己刚刚不是也叫我大人吗？你要做的，就是要让人相信你想让他们相信的事。最重要的，不是扮得有多真，穿得有多像，而是要知道对方最怕什么，最图什么。纵横术涉及天下学识，你需面面俱到，样样精通。
凭3寸不烂之舌，便可强于100万之师。这小子的营造手艺，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。你都快让你徒弟比下去了，不慌吗？师傅，师傅，这是我刚收到的飞鸽传书。可以啊，晚上啊给你庆祝一下，烧壶好酒。师傅，这信上说什么？你有一位新师傅，马上就要来了。啊，我还有新师傅？你已到了弱冠之年，他也该来了。感觉你们俩今天怪怪的。这个新师傅很厉害吗？嗨，你见了就知道了。今晚我2人会去闭关，明日才回来，你就留在府上吧。是，师傅。哎，你啊，到镇上打一壶好酒，给你这新师傅，最好是桂花酿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我还是不放心呀，要不师傅留下来陪你。高明，哎呀，这好，我走了。放心，放心吧。新师傅。把门关上。你就是我的第3位师傅。怎么，没想过你的新师傅会是个女人？我是六初。六初师傅，你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高明师傅让我给您带的。先放着吧。您要教我什么？怎么，他们没告诉你吗？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，我还以为
以为您特别可怕呢。那你觉得我可怕吗？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。你今天啊，只需学会一件事：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，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不过，如果你学不会啊，也没有关系。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，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的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以为你是来叫我复仇的。啊，知道用痛苦去压制欲望，还不错。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，但往后啊，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，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了。将来的路上，你会遇到很多人，有男人、女人、敌人、友人。男人如石，刚强之力义不容辞；女人如水，温柔坚韧，情深似海。这情义二字，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。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。真心？连真心也要防备吗？你上次见你爹娘，是10年前了吧？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？其实啊，我和你也一样，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。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，可他们的样子，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。你说，我这样算不孝吗？当然不是。你只是不忍想起而已。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，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。爹摘石榴，娘剥石榴，我吃石榴。那时候好快乐呀。我也是，我爱吃烤鸭。每当我爹发了俸禄，他就会上街给我买。可谁成想，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。如果有机会，我真想再见我爹娘一面，好把他们的模样记得更清楚些。我想，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吧。如果我是你的敌人，此刻你已经死了。抵抗欲望的诱惑不难，难的是抵抗情感的诱惑。这不公平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啊？许多事也没有机会重来。我明白了。
我要把心绷得更紧更密，一丝风都透不进来，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。可这么做还不够，你不仅要将自己包裹起来，还要把情绪练得炉火纯青，让人觉得你哭是真的，笑也是真的。这样一来，就没有人会发现我隐藏了真心，自然就不会有破绽。话虽这么说，但你做得到吗？我一定能做到。你还年轻，虽然聪明但骨子里却是个性情中人。这或许会成为你日后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，但也许会是你日后取胜的关键。走了。六叔师傅，那今日这一关，我算是过了吗？我这门课跟你那2位师傅的不同，情感之事，有些人生下来就会，有些人学一辈子也不明白。你记住，今日这关你只过了一半，今后务必小心谨慎，切不可轻易动情。康州元年，圣上即位，深化士族意志之策，引发黎武之争。当时酷吏横行，右相遭酷吏揭发，因梦获罪。此事一出，朝野内外一片哗然，百姓自此谈梦色变，生怕祸及己身。为医女叶平安，反其道而行之。别过来！我杀了你们！说，你受何人指派，竟敢当街闹事？我是兵，老子是兵。兵，那就对了。誉王李科起兵犯上，刚被绞杀，此人定是李科的逃匿残兵，将叛贼拿下。是。为兵者，须听令。你是谁？胡生，我乃大将军，你不认得了吗？将军，我不认识什么将军，我一直跟着吕帅呢。你的吕帅正在跟这些人作战，这些人你总该认识吧？华成辉我都认得，这帮手打的狗杂种，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。他癔症发作，衍生幻想，但从他言语可以得知，他曾在武将军麾下抵御硕丹，绝非李克叛党。你又是谁？
民女心一夜平安，专一心之隐疾。心意。李科叛党已伏诛，回去给你们每人记过。是。胡生战后神志受损，受惊后嚎叫、抽搐，一生幻想，将周围人视作敌军。有伤人倾向。今日大街上盲沟人突然发狂，肯定是被你下了咒。人有生老病死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按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走路摔个跟头都要赖我头上？你去！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搬不搬走？你要是不搬，我就烧了这一馆。烧了这一馆！你不妨试试。太吓人了！我倒数3声，你们所做过的噩梦，都会应验在自己的身上。3、2。巫女要下咒了，大家快跑！早就听说圣都有个巫女能窥梦医人，跟她闲聊几句，病就能治好。医者本就源于巫师，不过像他这种人，用巫术这种伎俩骗百姓的救命钱，哪天就是被烧死了，那也是活该。龙门赛取逾越龙门之意。参赛的盲沟贱民都是些天生贱种，比起武来不惜命，只管以武取悦诸位贵人，不论死生。比试者各代表红白双方，胜者及其子女可摆脱贱疾，分得田地，重获新生。下面有请2位盲沟双生兄弟一决高下。比试开始！正宫面色不佳，可是那夜不能寐的怪病还没医好。无妨。坊间都在议论，官拜右相的傅生君做了个梦就被赐死，实在亘古未有啊。只因做梦，他梦见的可是叛贼李克登上圣上上朝的战鹿殿。此时做这种梦，是狂中狂，忌中忌。哦，下官明白了，这圣上此举，意在杀鸡儆猴。多谢杜公体贴。圣上下令筹措的库储军饷，征收的如何了？此次军饷共征得85000两，还有不到4日，便可运到圣都。下官报上去8万两。你行事小心些，别留下什么把柄。下官明白。行了，左补学郑远近来身体如何？听说他患了一种夜不能寐的怪病，看了好些医师也未见好转。哦，我压白的，我也压白的。
眼下最紧要的还是军饷的事。户部已经将账目上报给朝廷了，度量差人唤我过去。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。没有个盲狗贱民！哎，还是双生兄弟，打得有看头。没打死啊，可惜了。恭喜红方获胜，就此脱离剑劫，分得天地。叶新一，我是正补阙府上的侍女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今日不问诊，改日再来吧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府上做客。叶新一，正补阙邀你到他府上去。你怎么？哟，原来你这只鹦鹉除了说那几个字，还会说别的呀？都这个时辰了，还要去府上，这价钱嘛……进来。郎主，叶新一到了。你要的酒已经备好。正宫有几日未能入眠了？半月，一闭眼就醒来。为此我寻遍圣都名医，却都无人能治。听闻你的医术非常特别，如能将我治好，必有重赏。替我把脉吧。我医病，不观色，不问症，不切脉，只窥梦而已。你看着我手中的铃铛，每听到一声响，心中便默念一个空字。若没有我带你进京，一个小小的试验，怎么能坐到左不阙的位置上？是不是手里有我什么把柄？督公饶命啊！啊！叶心怡，你的医术果然见效，只是你说你能窥梦，不知能否看到我的梦啊？是能看到一些，那梦中有可怖的人影，症结在于恐惧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可能看到人影的容貌。看不清楚，只知道是名女子，
若是你能告诉我跟他相关的事情，或许对于你的病症，快说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还能看到一张信纸。信纸写了什么？梦境杂乱无序，画面一闪而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正宫的病还需久医，现在天色已晚，马上就要宵禁了，偏安改日再来给正宫诊治。罢了，今夜之事，不要让其他人知晓。你这万国香不愧是圣都第一酒坊，再满上。都郎中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想跟都郎中做笔交易。交易？都郎中祖上是高官，恩印入仕，做了个县尉，后经提携入了圣都，一路高升至户部郎中。他齐君山有幸拜你做了他的义父，可他赌坊的收入，却只愿分你2成，这岂不可惜？对我了解不少啊。我要是能拿到一台赌坊，我愿意给你4成，并且将收入的账目一并奉上。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屁话。前户部郎中梁俊之出身寒门，妄想与琅琊王氏相争，现在骨灰埋在哪儿无人知道。他出身寒门，你连寒门都不是。芒沟的臭水熏昏了你的头，以为在战场上拿了几个人头就能在这不见刀光的争场上谈生意？你喝完这杯酒，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。正宫为何派人追杀我？
杀人了！啊！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杀人了！叶平安，这名字有些耳熟。就是那个巫女。你对此案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昨夜郑补缺秘密请叶平安去府上看病，害症时，管家听见爆更后，去看郑公是否歇下，正撞见叶平安持刀行凶。案情简单，但我觉得有疑点。哦，什么疑点？一是匿名报案未免太及时，捉拿太过顺利了；二是叶平安手中短刀并无血迹，且与郑补缺的伤口并不吻合；三是叶平安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凶，为何要选择有人知道他去看病的日子？这不是增加自己的嫌疑吗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谁？你们是来审问我的官爷？犯了死罪还能睡得着？不愧是江湖行骗的庸医。不是，啊，这是混账！我没有骗人，我是被人追杀才跑到郑补缺府上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死了。这肯定是一个圈套，有人故意嫁祸给我，让我做替罪羊。有理有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人陷害？这里面定有阴谋。好，那你不如将昨夜经历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写下来，如何？好。这是认罪书？你刚刚明明说……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顺着你的狡辩，继续往下编了编，别耽误时间了。签了，快签了，别耽误我们办其他案子。等了半天，等来了一个狗官，倒是劳烦你这位大理寺丞兴师动众来这豫州，假惺惺的审问一番啊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有人说你原寺丞独善其身，从不拉帮结派；也有人说你为人残忍，手段狠辣。你出身芒沟，本无机会出人头地，可后来却凭借着战功当了个小官，后又拼命争功得到提拔，这才有了现在这副狗官模样。你文宇。好啊，生的一副伶牙俐齿，不过也是鱼肉一条。这个认罪书你签与不签没有区别，有人会替你完成的。是吗？行，人是我杀的，知道我怎么杀他的吗？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施展我的巫术，让他自己抹了自己的脖子，就像现在我盯着你这样。巫术也好，骗术也罢，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你在我眼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听说那个杀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就是这个巫女叶平安呐。有说怎么杀的吗？说是他给人下了咒。哎，快来快来！可不是下咒这么简单，是梦。那个巫女啊，会引人入眠，窥人梦境。听说那个巫女可以钻进你的脑袋，一旦你做梦，她就会在你的梦里变成鬼。那郑补缺就是这么活生生被吓死的。端近些。
负贼之梦方毕，朕又听闻一梦。臣亦有耳闻，不知与陛下所说是否是同一件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坊间传有一医女，能窥人梦境，替人医病。这窥梦究竟是怎么窥的？臣如何也想不明白。说下去。这医女胆大包天，竟敢谋害忠君为国的郑补阙，定有人恨不得将她速速定罪。忠君，梁平王李琦生辰时，这个郑源也在宾客之列。他忠的是哪位君呢？你去打声招呼，让大理寺携那女犯到占禄殿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没想到袁思成和我这个死人又见面了。思成小时候有没有被烫出过水泡？疼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参见陛下。听闻他能入梦杀人，可有此事？此女靠骗术行医，所谓入梦一说，不过是百姓受到了蒙骗，以讹传讹罢了。正宫一案，此女是用短刀行刺，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全，她抵赖不得。陛下，袁思成所言绝非事实。民女虽不能入梦，却能窥梦。民女看到梦中令郑补阙恐惧之人，此人才是凶手。若陛下给民女一个机会，民女可找到此凶手，并查出他杀害郑补阙的证据，以还民女一个清白。陛下，此女一派胡言，她口中的窥梦，无非是信口雌黄。请陛下准许，借民女最不相信窥梦之术的袁思成一用。元清，你就配合一下。是。陛下，民女每次窥梦时都得来口酒。听闻陛下喜爱美酒，可否斗胆向陛下讨要一杯？赐酒。袁思成心智坚韧，但当我提到不要想到火，你脑海中是不是依然会有火焰浮现？袁思成何时最惬意？让我猜猜。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环境，四周寂静，你会独自躺在河道上的一条小船上，头枕双臂，此时你便拥有了片刻的安宁。小心烫！阿娘，阿姨，少晨，阿爷，小心！说说吧，刚才元清为何有那种举动？你看到了他什么心思？
回陛下，是恨。民女看到了浓烈的恨意。对谁的恨？袁思成的恨来自袁思成刚刚伸出手，是看到了记忆中自己心仪的女子。他张开双臂欲抱时，突然冲出2个孩童，口喊阿耶。袁思成方知此女已嫁作他人妇，难怪袁思成如今如此冷酷无情。这么大岁数了，也还未娶妻，倒也在情理之中了。元清啊，他说的可是实情？回陛下，叶平安所言，确实是臣的难言之隐。看来，你确实有辨识人心的本事。若留你性命，让你替他人猜了朕的心思，朕岂不是养庸遗患？然上苍有好生之德，朕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先救得下你自己。朕给你1日，明日宵禁前找出真相，可活；找不出，依旧是死。1日？是，民女一定不负圣恩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此女窥梦之术虽不似传闻中那般神乎其神，但也确实令人惊叹。哈，哪有什么窥梦之术呀？此女机敏且胆识过人，也许是可用之才，能不能活，就看她自己了。腿软，扶一下。你刚在店里编故事的时候，不还挺巧舌如簧的吗？什么冷酷无情，什么至今未婚。我不过是贪生怕死，想活命而已。袁思成心胸宽广，不会跟我计较这个吧？你如何得知我曾经被火灼伤过？你让我签认罪书时，我看到你手上的疤痕。你方才入殿之前就跟我提及手上水泡的事情，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用巫术蛊惑我的。我说了，你心智坚韧，寻常的法子没有办法引你入眠。你这巫术哪儿学的？若这也算巫术，那巫术便无处不在。你衣领上的绣纹穿着并不舒服，可你为何还要穿它？因为你认为它更能彰显身份。毕竟达官显贵们的衣服上都有绣纹，你要融入他们，自然要这样。这也是种巫术，不是吗？大理寺虽然已经勘察过案发之地，但我还是想亲自去一趟。1日很紧，不如我们马上。明日要死的是你，又不是我，我为什么要费心思？正渊府外可都是你大理寺的人，没你我压根进不去啊。若你不跟我一起，那我只好时刻跟着你，看看你去哪儿都见了哪些人。毕竟若我明日注定一死，我可是什么话都敢跟圣上说的。袁思成也不想被我拉下手吧？行了，再啰嗦我就扔下你一个人去。既然仵作已经验过尸体，必然能推算出郑补阙遇害的时辰。
而那时我根本不在他府上。巧辩。尸体没有挪动的痕迹，凶手很有可能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趁其不备，一刀割喉。你的话佐证了你行凶之时。敢问袁嗣成，大理寺都提审过哪些人？车夫、管家，这些人皆可证明当夜你从未离府。那他们的证词是什么？你在害出宵禁入府，府中之人都听到更夫是在害朕报时，你恰巧用这半个时辰，在府中行凶作案。不对，正因为马上要宵禁了，我才匆忙离府归家。回到家后又看了会儿一册，然后被人追杀，又回到了郑不缺府上。怎么算都过了1个时辰，应该是子初才对。说的有模有样啊，因为你根本没走，否则这半个时辰怎么会凭空消失？少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做到的？袁嗣成可提审过昨夜的更夫？审不审问又何妨？这已改变不了你行凶之时。尊贵的袁嗣成，你就不能从凶手不是我推一次案吗？文约，去查一下昨夜案发后的离府之人。是。司城，撤！经查，昨夜离开郑元府的有2人，家仆萧全已死在郊外，侍女心儿不知所踪，只知她颈上有块梅花状胎记。这就是案发后逃离郑元府的家仆萧全。是，上官。这些线索断了。那个侍女心儿，能找到她吗？若是他真的参与了刺杀郑元，估计下场跟着萧全差不多。若是他侥幸活了下来，此刻估计已经逃出了城。现在已是有证，离宵禁只剩1个时辰了。文约，你带着管家去核实一下这萧全还有心儿入府前后的情况。是。你跟我来。不如我们趁最后1个时辰去盘问一下打更人。我看不必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你那墓碑上该刻什么字吧。司城，曾轩求见。曾公，这么晚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司城且看。怎么样，丹心？有趣吗？很尽兴。我按你的安排，混进郑元府1年多，总算取得他的信任。3年前，我看到郑元收到度量贪墨的密信，便连夜给度量传信，让度量知道郑元拿到了他贪污的罪证，成功离间了他，并且特意加重了让郑元失眠的药粉。等你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引起他的注意后，民女心一夜平安，专医心之隐疾，顺势引导他来找你看病，同时让度量的暗桩发现。郑元被灭口后，如你所料，你成了度量眼中最合适的替罪羊。你可以赎罪了。
我按计划变换身份，四处散播关于你的谣言，终于引来圣上的召见。圣上宣召。我这替罪羊办的还不错吧？我这假侍女演的也不赖啊。这第一步棋算是下成了，该准备下一步棋了。度量怎么也想不到，郑源还留了个后手，居然写了封举告贪污军饷的告密信，给了他的好友曾轩。由郑源的好友举告度量杀人灭口，才更具说服力。糟了，曾轩不见了！什么？吾左补阙郑源举告户部郎中度量贪没军饷5000两，吾若身死，必视为度量所灭口。这是哪儿来的？郑公乃左补阙，有执剑之权。得知度量贪墨后，本想上告圣上，谁知道度量先一步找到了郑公试探。郑公察觉度量可能知晓了此事。曾轩，收好这封举告信。你怕度量会杀你？可你毕竟是朝廷命官，他胆子再大。你不了解他的狠辣。多年以前，我做过他的师爷。若我有事，你便将他交给你信任的人。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我一个无权闲官，无法直接见到圣上。又听说抓了个女凶手，更不敢轻易拿出来。我知道你与度量并无利益牵扯，现在此案重新调查，我才敢露面。有人看见你来我这里吗？没有。方才我一出府，便察觉有人跟踪，急忙想法子甩掉了，才敢过来。曾公，跟您说句实话，我不仅与度量没有利益上的牵扯，且私怨颇深。此事，你是找对人了。今夜，你先行在我府上休息，明日一早，我便带你入宫面圣。好，好。